我们来到新竹公益，带大家了解一下微型社服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像这个就是变相的一种复健。对，每年这样2天办起来的话，都要花20-30万。谢谢你们，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当老师。今天呢，场景又不一样了，我们来到新竹。你看，挖大秘宝了？没有大秘宝啦，我们今天是亲近大自然。今天最主要的主轴呢，就是公益，带大家了解一下微型社服这件事情。先来去参加的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那因为小型的话，他们资源比较少，所以他们通常会比较不会被发现到，就是没钱了。你这样讲规模比较小，对，规模比较小，因为资金上可能就比较，因为不知道嘛，所以很少人会有办法去支援他们，让他们推广一下。没错，他们是行动比较不方便，坐着轮椅。你知道行动不方便代表什么吗？没办法动嘛。那没办法动就容易，比如说像萎缩啊，要身体的状况会比较多一点。坐着轮椅它到底怎么运动？我们等一下来了解一下，他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今天就把爱带下去 ，Let's go。看它这个，我觉得它这个轮椅都特制的很特别，它斜斜的。对啊，简单看一下，我们先找理事长。Go。柯理事长你好。你好。你好，第一次见面会不会很紧张？还好了，其实是我比较紧张，不是他比较紧张。对，你怎么会想要创办这样的一个协会，然后去运作这样的事情？我们协会成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30年。我们一开始是打篮球，后来因为轮椅篮球是碍于说，你比如说你上场就是要5对5，最起码要10个人，对不对？哦。那后来因为大家年纪也大了，而且篮球的话它碰撞力比较大。那因为日本嘛过来台湾推广，然后他后来来新竹说教我们说，怎么坐着轮椅打网球。比如说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状态，找这些场地也是不好找，对不对？对。所以是后来因为在民国93年的时候，我们新竹市政府刚好在这个桥下，要盖一个就是盖网球场，所以我们当初的跟那个当初的协调市场协调，因为不然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成立的时候蛮可怜的啊。正常你们去打网球，你们只要到球场去就好了。可是你看我们还要带，对啊，没错，我就是觉得这样，因为这几年来可能外面的那个无障碍做的比较好了啦。是，因为我们刚打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这个轮椅是运动轮椅斜的外八。所以一般的门进不去，厕所也进不去。我们虽然是身体不方便，可是大家又对运动蛮有兴趣的。其实也怕就是说它有一些可能就是退化，或者是一直萎缩之类的。严格来讲，我们这样跟它比较起来，我们有运动的有差，对，有差，循环也有差。像尤其是到我们这种年纪来有运动跟没有运动的就差很多。因为我有听过，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可能身体突然变这样了，对，他就是很负向，走不出来。所以你们也是一部分，也是最主要，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走出来，这样。对，现在最多的就是脊椎损伤。可是你要想脊椎损伤是到20几岁或是15、16岁，他们才发病。原本是像你们非常不习惯，对，有的甚至想不开也有。我觉得你们像这个就是变相的一种复健。对，有的因为脊椎损伤的时候，它可能会伤到这个神经。像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个斜坡进来，在我们这里叫做好汉坡，因为他们走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损伤到，所以现在的政府是就是说像这种场地就是身障的在打吗？对，新竹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外面有贴一块那个我有看到刚刚那蓝色那个，对，身障专用的，所以我们是有设立一个身障专用的球场。比如说像他们身障的也是需要运动，也是需要循环啊，不然你们自己身体的机能也是会有落差。对，你刚刚说30年，其实一路走来其实蛮辛苦的啦，因为比如说大家看到这样的资讯，你希望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协助？几个最简单的，像训练，因为也要球，也要拍子，身障朋友你要鼓励他们出来，已经很不容易啊，确实。你说这一次拍子4、5千块，他定价还是都8、9千呢，因为打折下来，我们要提供他拍子，还要提供球，更贵是轮椅。我们现在这种如果进口的话，这一台都10几万，这个是训练的部分。是。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办比赛，因为我们总是说大家每天在训练，比如说我今天叫台南的、高雄的上来，车马补助费，还有吃住，每年这样2天办起来的话，
都要花20-30万哦。我们要让他们推出去说，你看你平常这么辛苦的练球，你今天在球场上以球会友也是，但是比赛又能肯定自己。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像里长这边，第一个就像资金的部分，第二个就是比如说像器具，比如说像网球拍啊、网球这种东西的话，对也是可以捐赠过来。很多地区像他们这种也是微型的部分，有很多不同的。今天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每个地方每个区块都有它的一个需求在。他们也很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利用这样自己的能力那包含联络大家，让大家有一个空间可以走出心理层面，对让身体也能更好。我觉得这真的蛮伟大的。谢谢。对啊，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是帮各位球友看一下他身体状况，然后顺便教一下你们健康知识，好不好？好，谢谢。我发现他们超灵活的，我觉得他们拿相机搞不好比我还要稳。我也觉得，而且我没办法想象篮球怎么打。刚刚理事长有提到，他们的手的问题跟肩颈通常是最大的。你看他们所有的活动的条件全部都在上半身，先教他们怎么自己去放松这些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去访问他们一下，他们如何找到这边，跟他们心理状态是如何。走，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来这边多久了？我来差不多4-5年有。身体原本就是这样的状态吗？还是说它是后天可能因为我是天生的状况下，也是因为家人的部分自己找到这边，还是说你是人家介绍你来？就是想说想要做个运动嘛，身体有不方便的时候，对，运动有些想要去网络找。那你比如说你这样来到这边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就是运动会让人家就心情愉快的。这倒是真的。Hello， 你好，可以跟你访问一下吗？好，你来这边多久了？好几年了吧，4-5年有了吧。大家都来这边，基本上是年起跳。可是我没有很常待打，为什么？懒啊，没有啦。你当初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有朋友在这边打，就请我来这边打，顺便交朋友啦，认识朋友这样子。整体的感觉很好，这边人都很热情啊，蛮会互相关心的，总比闷在家里好。对啊。你的状态也是天生就是这样的吗？还是没有，是后来发生事故啊。你这样其实也多了一个这个环境，其实让你们可以从心理层面走出来。对，这个是很大的因素。我想问几个问题，请问贵姓？我姓戴，戴帽子的戴，戴帽 OK。戴姓戴的都是国手。你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是之前就是这样吗？还是说没有，我是后天的，91年到现在十几年，对，20几年了。不好意思，算是有问题啊。你不就那段期间整个是完全是很负面，住院住了快1年，然后出来在家里休养了差不多快1年，然后去做复健。复健是知道我喜欢运动以后，他就叫我说可以找看看新竹这边哪里有适合我们坐轮椅的，然后我才找到这个协会。等于说你那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反正就是说纯粹想运动而已。来到这边啊，你最大的收获？认识了这些大哥吧，重点是我觉得有一个场地让我们身障者有一个地方可以运动，因为其实很多地方其实有些可能会有做一些坎坡道，对，我们其实根本就也进不去。可是至少我觉得市政府蛮好，是它设计一个地方让我们身障者有地方可以运动，我觉得还蛮好的。那你那个时候是全国去比赛吗？就是有比赛我就会去那时候。那你有想说要去比那个国际的吗？我有去比过亚运，可是重点是我们台湾的选手比较可惜是一点，是因为没有人赞助。我们比较不像国外，他们是有一个专门就是他们在推广，他们只好好的打球。那你们像一般如果像这样的话，通常身体会哪一个不舒服？那我刚打的时候一定是脊椎，因为脊椎开过刀，因为你要一直蹲下去捡球。你已经跑那么久，你还是会，因为毕竟开过大手术。不过没关系，等一下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哪些地方可以舒缓一下，因为包含你们自己做的时候，大概又有一些地方怎么可以用。各位同学早安。对，那今天就是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因为我刚好跟各位大家有一些聊过，包含跟理事长聊过，因为你们很多下半身是没办法动的，那大部分的活动的角度都在上半身，有些部分呢长时间在这样挥拍或者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受损。我等一下会教你们怎么样可以自己做，也可以帮你们同伴做。
这边拉住的情况之下，我是往这边推，我可以用拇指这样把它推上去。哎，对，就是把它这样慢慢把它推上去，看它脸。这样代表说它不正常啊！我跟各位讲，有时候有没有可能打一打球之后突然 K 住，好像打不开？我教各位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只要一个正拳打出去就好了，打出去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回去了。OK， 再帮我试试看，稍微改善一些。来轻松放给我。OK， 可以，来轻松就好，不用拉很大力，轻轻的就好了。没问题啊，问题还不错。然后继续的。哦，你们在练到那个手茧都跑出来。可以。看他很享受。最后跟他被吸。呀，被吸。OK， 可以。可以吗？这边都很酸，对不对？所以你看，你们每个人都是在这边。OK， 还可以。好，谢谢，谢谢老师。还有吗？可以哦。好，谢谢你们，谢谢。好了，今天结束了，真的我觉得非常感动了，非常感谢的韵如一起梦想的那个协会嘛，因为也是因为有他，让我知道说有这个更多的微型社服在这一个地方，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接触蛮多的管道。那我觉得我们下次也有机会看看能不能再找其他地方不同那样的类型，去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关怀。今天看到老师也真的很感动，因为这些协会他们确实比较难有资源可以接触到，可能因为光其实说真的，光生存就很困难了，很难得要再去解决这些身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机会让他们体验就非常棒。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管道啦，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区块是需要被帮助的，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支持微型社服，记得订阅、分享、按赞，打开你的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拜拜。人家捕球都是放口袋的，人家放这个超壮那个子弹可以放口袋。对，这是我们的子弹。哪有人在穿西装打网球的啊？Out， 它卡在上面嘞，这是什么概念？这个太夸张了，这是什么？至少不会出去。这很屌哎，这个地方，哎呦，